在楚汉争霸的棋局里，有2个人代表了智慧的2种极端，一个是70岁的长者，他是西楚霸王的亚父，是这个旧时代最后的尊严与大脑，他代表的是极度的忠诚与阳谋；而另一个人正值壮年，美如冠玉，他是大汉帝国阴暗面的掌舵人，他代表的是极度的实用与阴谋，他叫陈平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他是把阴谋这门手艺做到极致的第一人，后世称他为毒士。史书认证陈平长美色，他身材高大，皮肤白净，站在人群里像一块温润的玉，但就是这双修长漂亮的手，即将在这个乱世兵不血刃地肢解一个庞大的帝国。如果你在战场上遇到韩信，你大不了是个死，但如果你被陈平盯上，你会死得不明不白，身败名裂。陈平的毒源于他的出身，他出身贫寒，家里穷得连门都没有，用破席子挡风，但他从不干活，不种地，不经商，他只读书以及游走于上流社会。因为长得太帅，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他既是穷得叮当响，也能娶到富家女，也能混得风生水起。在乡里，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从未断过，最著名的一条是道嫂，也就是和自己的嫂子不清不楚，这种在道德上判了死刑的污点，陈平不在乎。他早年投奔过项羽，项羽看他长得帅又有才，封他为都尉，但很快陈平就发现自己和项羽八字不合。项羽是贵族，有洁癖，讲究名声，而陈平是极致的实用主义者。在项羽手下，陈平的毒计根本没处施展，因为项羽觉得那些手段太脏。于是陈平挂印封巾，孤身一人拿着一根拐杖从小路逃跑，投奔了刘邦。当他走进汉营时，迎接他的不是鲜花，而是举报信。汉军的将领们指着鼻子骂他居家时道嫂，侍卫不容，亡归楚，归楚不忠，又亡归汉，甚至还说他贪污受贿受惊。面对这种社死现场，陈平没有辩解，他对刘邦说：臣裸身来，不受惊，无以为资。我光着身子来投奔你，如果不收黑钱，我吃什么？我拿什么送礼？我怎么开展工作？刘邦听懂了，刘邦不需要圣人。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刘邦把大汉帝国最黑暗、最隐秘，也是最昂贵的权力交到了这个美男子手中。时间来到公元前204年，荥阳前线，刘邦快被打崩了，因为项羽身边站着一个老人，他叫范增，项羽尊称他为亚父。范增是居巢人，出山时已经70岁了。史记评价他年70，素居家，好奇技。他是一个隐居的高人，在所有人都看不起项家的时候，只有他看出了项梁身上有王霸之气，主动出山辅佐。他是项羽的大脑，他冷静老辣，战略眼光极毒。早在3年前的鸿门宴上，这个老人就看透了一切。当所有人都认为刘邦只是个不起眼的流氓时，只有范增看出了刘邦身上的云气。他说：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彩，此天子气也，积积勿失。在鸿门宴上，范增3次举起玉珏，暗示项羽杀掉刘邦，但项羽因为贵族的傲慢，放虎归山。那一刻，范增拔剑撞碎了刘邦送的玉斗，咬着牙骂道：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。这小子根本不配共谋大事，将来夺天下的必是刘邦，我们这些人都要成为俘虏了。如今3年过去，范增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应验。此时的荥阳，范增给项羽制定了一套困死刘邦的战略，切断粮道。项羽的攻势像潮水一样，刘邦的防线岌岌可危。只要范增活着，刘邦就永远活在这个老人的阴影里。刘邦问陈平：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陈平看着城外的楚军，并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先给刘邦做了一次深度的人才盘点。陈平说：项羽那边其实是有能人的，比项王骨梗之臣亚父、钟离昧、龙驹、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真正能支撑楚国大厦的，也就范增、钟离昧、龙驹这几个人。但为什么我们可以赢？因为项羽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。项王见人恭敬爱人，言语偶偶，人有病涕泣分食饮。项羽看到士兵生病，会心疼的流眼泪，会亲自端饭喂药，但是在分封爵位、赏赐权力的时候，项羽的本性就暴露了。致使人有功，当封爵者，应项毕，忍不能御。刻好了官印，项羽拿在手里把玩，反复摩挲，直到把印章的棱角都磨圆了，他都舍不得发给部下。这就是项羽，他在感情上泛滥，但在利益上小气。这种领导留不住真正的野心家。陈平告诉刘邦，项王为人义计性谗，壁内相诛，项羽多疑，听信谗言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让他内部自相残杀。只要我们舍得花钱买通他身边的人，散布谣言，就能瓦解这个看似无敌的团队。于是刘邦出黄金4万斤，与陈平自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
4万斤黄金。此时的刘邦被围困在荥阳，兵力折损，粮道吃紧，这笔钱几乎是他最后的流动资金，他交给了陈平，并且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甲方需求：不问出入，不需要发票，不需要报销，不需要审计，随便花。刘邦是在赌，他用自己最后的家底去赌项羽的人性弱点。陈平拿着这笔巨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，这4万斤黄金变成了谣言。陈平收买了楚军中的贪婪之徒，让流言像病毒一样在楚营蔓延。钟离莫为将，功多不得列土而亡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亡其地。这些话今天听一句没事，明天听一句也没事，但当4万斤黄金砸下去，成千上万个人在项羽耳边日夜轰炸时，项羽动摇了。项羽那个多疑的 bug 被彻底激活了，他开始疏远钟离莫，疏远龙驹。楚军看似铁板一块的阵营出现了肉眼不可见的裂缝，虽然谣言四起，但项羽还没彻底崩盘，因为范增这个防火墙还在。他一眼就看穿了陈平的把戏，他按住项羽，只要范增活着，陈平的流言就进不了项羽的核心数据库。陈平站在荥阳城头，看着那个70多岁的老人，他知道黄金买不通范增，因为他是那种旧时代的理想主义者。对付贪婪的人用钱，对付高尚的人得用诛心。猎杀亚父的计划开始了。项羽派使者来汉营探听虚实，两军交战，互派使者是常规操作。项羽想看看刘邦是不是快饿死了，陈平决定给使者演一出好戏。史记记录了这个极具画面感的瞬间。使者一进门，陈平立马让人端上来最高规格的国宴太牢具，那是牛、羊、猪3牲全备的祭祀级美食，香气扑鼻，餐具精美。陈平满脸堆笑，恭恭敬敬地把肉端到使者面前，正准备敬酒，突然他惊讶地问了一句：“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。”哎呀，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使者，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！下一秒，陈平的脸变了。陈平立刻让人把好肉撤下去，换上了恶草具，那是喂牲口的粗茶淡饭。这种巨大的待遇落差是精心设计的心理羞辱。使者的心态崩了，他吃着难咽的饭菜，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在汉王眼里，范增的面子竟然比霸王项羽还大。陈平利用人性的虚荣和敏感，在使者的心里埋下了一根刺。使者回去后，添油加醋地汇报了在汉营的遭遇，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项羽那个多疑的开关彻底合上了，他开始逐步剥夺范增的兵权，不再听取范增的建议。当范增建议急攻荥阳时，项羽看着他，眼神里写满了：你急着攻城，是不是想把我的兵送给刘邦，好去换你的王位？范增绝望了，这位70多岁的老人陪着项羽从无名小卒打到西楚霸王，他可以忍受战争的残酷，但他无法忍受这种背叛式的羞辱。他把官印狠狠地拍在桌子上：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赐骸骨归卒吾。项羽准了。范增在回家的路上背上毒疮发作，史记载行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在医学上这是细菌感染，但在政治上这是气死的。他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对这个蠢儿子的恨铁不成钢。随着范增的倒下，西楚霸王的外置大脑被彻底切除，从此以后项羽只剩下了无敌的肌肉，却再也没有了思考的能力。4万斤黄金买了一条命，买了一个帝国的崩塌。这笔交易大汉赚翻了。范增的死标志着楚汉战争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转折点。西楚霸王折断了最后的翅膀，从此以后，那个曾经无敌的战争机器失去了大脑，开始在战略上频频失误，一步步走向那个叫乌江的终点。陈平用4万斤黄金，不仅气死了一个范增，更是拆掉了项羽赖以生存的信任体系。曾经铁板一块的楚军，从此人心涣散，将领们开始人人自危。再也没有人敢像范增那样对霸王说真话。项羽依然无敌，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。陈平赢了，他用一种最黑暗的方式向世人证明了，在那个成王败寇的乱世，除了战场上的厮杀，还有一种战争不需要流血，却更加致命。